Hello， 大家好，我是 Jerry。我目前任职于苹果位于新加坡的亚太营运总部，但其实我从6月1号开始已经没有在工作了。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已经在台湾工作1年了，就是远距工作。然后我的老板大概在2个月前就跟我讲说，嘿，如果说你6月1号还没有办法回新加坡的话，就是因为一些法务或者是税务的原因，我必须停止我的工作。可能要休年假或者是休无薪假。那我的状况是因为我5月29号本来就要回新加坡了，飞机票都订好了，但是大概因为新加坡开始封城了，然后台湾5月15号之后也开始有本土病例爆发，可能基于这双重的原因之下，新加坡他们在5月中的时候就取消了我的入境许可。其实中间我的老板也有很努力的在帮我跟人事部协调，说我可不可以他们可不可以让我继续在台湾继续工作，但是事与愿违，就是到最后6月1号开始，我还是必须得休假。那在我休假之前，我的同事就问我说：“嘿 ，Jerry， 如果说你真的要开始休假了，那你的计划是什么？”我就说我可能会开始做 YouTuber 吧，或者是 Pornhubber。开玩笑的。不过呢，就是我本来就是计划8月中就要去美国念书了。假设我今天能够5月底准时的回新加坡，我其实也是待两三个月，我就要再去美国了。所以其实待在台湾虽然没有工作，但是可以就是放松一下，然后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把就是学校那边要求我们要在开学前修完的2门网课给修完。因为这是我第一支影片，所以我就先来给大家介绍我自己吧。我大学毕业于交大，对，阳交大，对，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然后研究所是去台大念了研究所。那在最后的半年，我延毕了去比利时做交换学生。那时候是拿到了教育部的奖助学金计划出国的。那在学生生涯呢，我一共有4份实习，都是在美商。第一个是台湾微软的 Marketing Assistant Intern， 然后再来的话是美商默沙东药厂，做 Financial Planning Intern。再来的话是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s 做 Worldwide Business Planning， 然后再来第4份是雅虎的 Product Marketing Intern。因为试过了不同的 function， 所以才知道说哪一个 function 是自己喜欢的，毕竟自己是读管理的。那最后是在供应链管理跟行销管理之间做选择，后来就是选择了供应链管理。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我是录取了 HPE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惠普企业的 NPI Supply Demand Planner， 用中文来讲就是全球伺服器供应需求规划员。对，就我不知道用中文该怎么表述我的工作。我是2016年的6月在 HPE 工作，其实到隔年的7月，我已经申请到了德国慕尼黑大学的 Data Science 的 Master Program， 正要去读了，就是已经在等德国那边发给我签证。但此时此刻呢， Apple 他在 LinkedIn 上 approach 我，问我要不要去面试看看。那当时就心想，因为其实毕业的时候我也有投过 Apple， 可是那时候都是无声卡。后来才知道，原来 Apple 是比较喜欢就是有 hands-on 经验的人，就是即战力的人。他最理想的 candidate 就是从美商科技公司里面去挖，就是有这个部门的人才过来。他喜欢这些 talent 有一些基础，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啦。所以那时候就去面看，想说，而且那时候我上网爬文，就是每个面试过 Apple 的工程师啊什么的人，他们都是要面个半年，然后10几20关，可能要面个20个人，然后最后才会等到 offer。7月的时候接到电话，其实我不抱着希望说要去工作，我就还是就是继续等我的德国学生签证。但是大概面了1关2关，最后我花了不到3个礼拜就拿到 offer 了，所以这时候就陷入了一个两难。
我到底要去德国念 Data Science， 还是要去中国大陆的苹果工作？那最后答案大家都知道，我是最后选择去中国的苹果工作。那在中国的苹果工作2年之后呢，我透过内部轮调到了新加坡，也就是亚太营运总部。那在今年的8月呢，我要去 MIT 麻省理工学院念 Supply Chain Management。那开设这个频道的用意呢，是来自于今年初的时候，因为当时买了新房子，然后做了一个 housewarming。那时候觉得难得我这次有机会可以待比较久的时间在台湾，毕竟过去几年来都是在海外，不是在中国大陆，不然就是在新加坡。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很少有机会可以真正的跟朋友坐下来好好 update 一下自己的情况，所以那时候就想了几个主题，然后请朋友选，然后选他们最有兴趣知道我过去几年在干嘛的一些主题。那想不到当天的回馈就还蛮正向的，就觉得我应该把这些故事给分享出来。那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如果要开频道分享的话，我到底应该要着重在什么样的主题？我想了3点。第一点是，我希望可以帮助年轻人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大部分的人对我的第一印象可能是觉得我很聪明，但其实我自己心知肚明，我并不是那个最聪明的。像是在大一的时候要修整个全校共同必修的微积分，然后我就看着就是隔壁那位读电物系或者是读化学系的朋友们，他们都是什么小考都可以随便考个80、90、100分，但是我不管怎么读，我就只能勉强考个60分、70分，然后数理统计还就是刚好及格60分而已。对，我就不懂，就是说其实真的要比聪明的话，很多人都比我聪明。所以那么多年来，透过我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生活，然后更加认识了自己，硬要我从我身上找到一个优点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行动力吧，还有一点点的运气，还有贵人。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觉得这个社会帮助了我很多。我希望把我的故事分享出来，鼓励更多的人。另外，当然我的频道也会包括一些干货，比如说我曾经拿到 P&G 还有 Google 的 offer， 我也会分享一些实习啊，或者是找政治工作的面试经验，或者是履历要怎么改啊，或者是在学校方面你该怎么申请奖学金，申请德国的或者是欧洲的硕士 program， 或者是美国的申请硕士的 program 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到底该不该找留学顾问代办，我都会提供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所以希望我的故事可以激励大家开始磨练自己的行动力，加上我的一些干货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那我觉得我的频道可以带给大家第2个点，就是我希望我的频道可以带给大家正能量。人生在世，难免有开心有难过的时候，有些是可以自己控制的，有些是生下来就是这样，不能自己控制的。但我希望我可以透过我的故事来激励大家，来鼓励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努力的机会。从小到大，我有2个不为人知的身份，第一个是同志，第2个是低收入户的家庭。人总是很奇怪，好像要透过自己的努力跟经验的累积，达到了某一个社会的期待了之后，你才会去大方的承认自己以前不敢承认的事情，证明说我们其实没有不一样。但是我的影片想要给大家带来的重点是，只要肯努力肯改变，今天的自己一定会比昨天的自己还要更不一样了。所以我也会分享我过去或者是未来大大小小的一些鸡汤，希望可以激励大家不要放弃希望。比如来说，我去年因为人待在台湾，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待在台湾多久，然后也就是快要30岁了，所以我希望更能坦荡荡的做自己。所以我从去年6月开始就不断的跟朋友出柜，只要跟朋友有吃饭，不管是有老师在场的同学会，或者是跟前同事，包括自己的父母，很庆幸的是我的朋友们亲友们都很支持我。虽然后来妈妈有一点点就是不谅解，但是最后她也是接受了。我希望可以把我的故事给分享出来，所以我接下来也会做一部我出柜的影片。
第3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想要促进文化的交流跟理解。我自己曾经在欧洲做过交换学生，在中国大陆工作过，在新加坡工作过，也曾经去过哥斯达黎加做过2周的国际志工。我很享受这些文化带给我的冲击，也才因为这样慢慢认识到自己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自己与别的文化有什么不一样，也才找到台湾在这个国际社会上的定位跟价值是什么。这些冲击不只是你说这个视频质量挺好的，跟这个影片品质不错的语言上的区别而已，更是自己如何去诠释我接收到的资讯，如何回应这些不同的异地的文化、思想、价值观，还有工作习惯。总结一句，就是这几年来，我把自己丢到了这个国际舞台，我才渐渐的找到了自我的定位。不过，落叶究竟是要归根的。除了这些国际或者是异地的生活大小事的分享之外，我也希望能够发扬本土的文化价值。我的阿嬷历经了日据时代，还有光复时期。我的阿公是外省人，是浙江人。他如何遇到我的阿公？这个女人身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我希望可以用台语跟她采访，然后并且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好啦。以上这3点就是我觉得我的频道未来会想要发展的主轴。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分享、订阅，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或者是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这样才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的更新通知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不好意思，刚刚忘记一点。就是我在下方的资讯栏其实有打一些我初步想到的一些主题，那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说你们最想要知道什么主题，或者是有其他的主题你想要知道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拜拜，拜拜。